1945年9月2日上午7时30分，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全世界200多名记者云集在战舰的甲板上，报道这一特大新闻。3名中国记者也在舰上见证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他们是大公报记者朱启平、黎秀时和中央社记者曾恩波。这3人都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I now invit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Japanese 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 to sign th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at the places indicated. 我在离开日本签降代表约2-3丈的地方，目睹他们代表日本签字，向联合国投降。这签字洗净了中华民族70年来的奇耻大辱。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永志不忘。千里之外，朱启平他们的学弟学妹们正高举校旗，回到了被日本人占领的校园。他们欢呼着：“燕大复校了！”而他们的校长司徒雷登，在被日本人监禁了3年8个月零10天后，刚刚获释。他亲手把燕京大学的匾额再一次挂上了门楣。1919年1月31日，司徒雷登来到了寒冷的北京。他受所属教会委派，准备担任一所新创建的基督教大学的校长。这实际上是由几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新学校，但它的英文名字却被叫做北京大学。当时，中国已经有了一所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教师300余人，学生2200多人，正高举中国文化进步的旗帜。经过这个帝制与共和之间的斗争，反复的较量，共和制的在中国基本上得以确立下来。在思想文化上呢，出现了一股新风，这个新风就是新文化运动。当时中国人里边认为外国里边最好的就是美国。美国第一没有夺取过我们的领土，第二呢，美国人那么接受我们的留学生，第三呢，美国人呢虽然脾气暴躁一点，但美国人非常的慷慨，这是中国普遍对美国人的印象。The large number of Americans who setting up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forms in China's first wave of modernization. 民国成立8年了，中国的精英认为要根本改变这个国家的积弱，最要紧的还是办学，培养有现代观念和知识、洞悉世界大事的人。在20世纪初期，教育成了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司徒雷登的梦想是建立一所既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又接受西方新文化，兼具中西文化之长的大学。文明不是民族性的，是世界性的。如果把各个民族的文明融合为一体，那么就能加深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同古老的中国文化合作，以帮助产生一种新的文化。
要联合名不见经传的几所学校，斯图雷登发现自己现身于一团麻烦之中。1919年5月4日下午1时，3000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的广场参加游行示威。学生们先到东交民巷使馆区，然后到了赵家楼胡同，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被焚，司法总长张宗祥被殴。这就是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这把火点燃的正是轰轰烈烈的5·4运动。当时中国的学生呢有他的热血，但是中国热血的青年呢，更多的是被媒体的误导。中国当时的知识精英或者是外交精英，并没有意识到战后美国构建的国际秩序中根本就没有中国的角色呀。威尔逊在构建战后国际秩序的时候离不开日本，但是问题是，日本跟中国在山东问题跟战后的利益上是有矛盾的。新文化运动呢，它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是这个提倡新文化运动，另外一方面它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力量的崛起。斯图雷登接受著名基督教人士程敬一博士的建议，将新学校命名为燕京大学。这天是1919年5月19日，它成了燕京大学的诞生日。几校合并以后，燕京大学分为男女两部，南部在原北京内城东南角的盔甲厂和马匹厂，女部在灯市口的同府夹道胡同。两部相隔过远，女生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到盔甲厂这边来上课，极不方便。而这几处地方又都很狭窄，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最初的难事儿就是为燕京大学找到一个体面的校园。那时候北京市郊区的农民会经常看到一个高个子洋人，有时候步行，有时候骑自行车，有时候坐着驴车四处占有打探。有一次，他应清华一些朋友之约聚会，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皮呢？”此地紧邻颐和园，对面是秀美的西山，山路坐落着极具中国特色的寺庙。这原是一位满清王爷的花园，后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下。斯图雷登一见钟情，带上20万块大洋，不顾路途迢迢，专程前往西安，找陈督军谈判购买。陈树藩感其诚意，只收6万块大洋，就把这块称为燕园的风水宝地卖给了这个洋人。斯图雷登为了感谢陈树藩，特聘他为学校终身董事，设立奖学金，专供陕西省每年10名学生免费入学。斯图雷登作为一个传教士的这个人很厉害的一个地方，他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很懂得中国的这些世俗的习惯，知道怎么样跟中国人打交道，怎么样说服中国人。
斯图家族的祖上是生活在爱尔兰的苏格兰人，为反抗宗教迫害，逃到北美。老斯图夫妇怀着拯救中国人灵魂的心愿，在杭州传教。1876年6月24日，斯图雷登就出生在杭州。斯图雷登自小讲一口地道的杭州话，年老后他仍对幼时钱塘游艺记忆犹新。采草莓、观杜鹃、访古庙、游西湖，与中国孩子玩耍。斯图雷登11岁回美国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在神学院拿到学位，也成了一名传教士。教育方面，这个家族也颇有来头。斯图雷登的祖辈就有多人创立过大学学院，他的父母亲都在杭州办学。斯图雷登本人在美国的母校潘达珀斯学院教过3年书，在那里他建立起教书及教人的观念。1903年，27岁的斯图雷登被册立为牧师。和艾琳·斯图尔特结婚后，他携新婚妻子回到中国，作为区域牧师，在杭州以北的乡村传教。他的起居饮食和当地人一样，他了解本地人的生活，也洞悉他们的痛苦。我很快就成了他们的知心人，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中国人人情世故里温暖变通的一面，深深地影响着这个白皮肤的杭州人。对了解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和语言，他有一种特殊的直觉和领会能力。要建设一所理想中的大学，首先斯图雷登面临的是最重要的筹款问题。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燕大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资助，经费完全依赖教徒捐赠和教会组织筹措。斯图雷登试图创造一种主要不依靠政府的独立办学模式，正如燕大的西方同类如哈佛、耶鲁，而当时的北大和清华都是政府运营的公立大学。随后几年里，我在北京和纽约之间来回穿梭，待在美国的时间比在中国都要长，做着我并不擅长的事情。为了给新建的燕大筹款，我不得不经常巴结未来的捐款人，而且向他们乞求，我感到很不是滋味。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同类。经过斯图雷登的不懈努力，至1937年，学校的教育基金已积累到250万美元。他的办学理想首先体现在学校新校区的建设上，他要构筑一个文明融合的美好田园。他记忆深处的秀美杭州和大气恢宏的北京气象将渗透在这所校园里。燕园于1922年破土动工，这一年，燕园已从最初买来的240亩扩展到了4倍多。校园的设计者是斯图雷登请来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斯图雷登说，从学校的建筑就能看得出我们希望的教学目的，为保护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而努力。
学校建筑的外观是中式风格，内部则采用钢筋水泥做结构，并配以现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这象征着我们把中国文化和近代知识结合。校园近界万寿山，远界西山，仿造雕梁画栋的中国宫殿，檐角玲珑，琉璃瓦背，映衬在绿林流水间，幽清透逸而雍容华贵。石雕是从废败的圆明园里运来的，新建的亭台楼阁则巧夺天工，校园里还安放了华表和古刹大钟。校园中有一个干涸已久的废湖，人望其名。燕大建成后放进活水，经钱穆教授提议命名为未名湖。学校的储水塔最具特点，采用辽代密檐式13级佛塔形式，就成了博雅塔。湖光塔影，为燕园风景点睛之笔。胡适呢曾经到这个燕大来参观过一次，当时给他的印象呢这个很深，在日记中说呢，这燕京大学是中国最美丽的校园。有学生问司徒雷登：“我们的校园虽美，但社会的舆论认为，目前中国既穷又苦，青年学生应该具有艰苦朴素的精神，而不应该住在这样华丽的雕梁画栋的校园里。”司徒雷登回答：“一个传授高等文化的学院，应该让学生亲身体会自己数千年文化的崇高、自豪和祖国艺术的优美。”又有学生问他：“您将燕京大学建造的这样富丽堂皇，使学生过着极度的安逸生活，未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吧？一旦出校到实际生活中，怎能适应得下去呢？”我就是叫他们适应不下去，他们才知道改革嘛。对于一所成长中的大学来说，钱永远不够用。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男生宿舍楼，更大的图书馆和图书设备，还需要添建一座妇女医院和几座教职员住宅。我们每年收入已超过70万元，已比10年前增加10倍。但就是采用最经济的计划，也还是不够支付目前所进行工作的费用，而且还没有储备足够资金用作扩充建校计划及做临时救济金和弥补物价高涨之用。司徒雷登呢，为了办好这个学校呢，在经费的筹措上面，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当时有一个得力于他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鲁斯，帮他在美国筹款。司徒雷登是一位合格的、会找钱的大学校长。经过他不懈努力，争取到了中美两国民间机构的大量捐款，其中包括霍尔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财力雄厚的组织的资助。与北大、清华不同，燕大始终是一所教会学校。司徒雷登认为，这样一所大学可以让人看到，一个有着基督教生活观念的集体是有着教人向善的力量的。
宗教信仰和表达信仰的外在方式，作为个体的事情，不应成为障碍。信仰构成了学校的灵魂。斯图雷登渴望为中国年轻人注入精神和道义的力量。他深信，从内心深处来讲，中国人对伦理和人文问题的兴趣比对科学更大。他决意把燕大办成一所完美的现代化大学，这就要将学生的宗教生活与正常的大学教育分开。我们不能强制学生非要去参加宗教活动，去做礼拜，也不能用宗教信仰来衡量学生的好坏。首先，它要是一所真正的大学，在这里，真理的传播必须是毫无障碍的。燕京大学的学生可以信仰基督教，也可以信仰三民主义，可以信仰马克思主义，甚至可以信仰无政府主义。自由是燕大精神的核心。20世纪的前半叶，在战乱、动荡和贫困的中国，燕大校园奇迹般地实现了历史、文明、东西方艺术、现代科技和大自然的美妙融合。I think he felt that there was a need for building education,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wide, in broader sense in China. He was a brilliant administrator, and he was fully dedicated to his vision of China. 燕京大学创办的时候呢，它的校训呢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啊，这是它的校训。这个校训呢是来自于圣经上的一段话，这个话呢实际上呢就反映了燕京大学它的办学倾向。1926年，燕京大学全部搬迁完毕。这一年，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不幸英年早逝。从此，司徒雷登再也没有结婚。他说，他把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把燕大当成了自己的家。这对面的灵湖轩就是司徒雷登在燕大期间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世俗化和中国化成了燕大的办学方向。针对中国科学技术不发达，社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又远远得不到满足的现状，燕大开设了一批实用型、职业技术型的专业和课程，如畜牧、工业制革、家政、工业预科、书写书记和新闻。斯图雷登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不能照搬美国教育制度。他把高中后2年和大学头2年合并，以让更多中国年轻人能够入学。他要求工程学学生除了学习专业课程，还必须到车间实习锻炼，这受到了实业界的欢迎。燕京大学不侍奉权贵，不为官僚培养接班人，
却秉持着服务社会的理念，为中国社会培养实用主义人才。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子。设立新闻系是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的神来之笔，他让这个专业在当时一夜之间成为热门。在那个时代，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几乎占据了中国驻外新闻机构的全部名额。20年代所谓出现南有 St. John， 北有燕京，就是培养大量国际事务人才的这个起了很大贡献。他们在教学理念上跟国外是同步。司徒雷登希望使燕大成为一所中国的大学，它必须是扎根在中国的社会中，并且不受西方国家的不平等条约和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在参与学校事务方面有着相同的权利。它不再是外国人为了某种目的而进行的一项事业，不管那个目的是怎样的伟大。燕大奉行董事会下的教授治校制，学校为数极少的行政资源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教授治校，学术独立，言论自由是司徒雷登的办学准则。司徒雷登致力把燕大办成一个促进中西文明相互谅解的平台。司徒雷登认为，中国和西方都要向对方学习。燕大融合中西方文化，将创造出一种真正的国际主义模式。为此，他促成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共建哈佛燕京学社。该机构延续至今，仍在不断产生国际文化影响。有人说，燕大是哈佛的东方缩影。司徒雷登还建立了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他改进英语教学，让学生随时置身双语环境，师生可以自由选用英语或汉语上课和交流。他引入英国牛津大学的导师制，他利用法国政府的奖学金支持学生赴法留学，他从德国、意大利引入资助及奖学金。司徒雷登认为，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在校园里建立一种国际化的氛围，学生们会很自然地从更大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同一个领域的杰出人物会因此聚集在一起，校园生活也会变得丰富多彩。在中国很适合进行这样的试验。中国人在近代的遭遇很不幸，如果他们能够不因此而认为狭隘的爱国主义是国家唯一的希望，那么其实他们的传统观念和逐渐加深的民族主义倾向并不存在矛盾。他对提倡中国传统文化教学满怀热忱，在他看来，西方人以其种族傲慢，充满对其他古老文明的无知、偏见和蔑视。西方人应该学习中国哲学，懂得人与自然需和谐相处，并要重视家庭亲睦，这样就可以抵御正在威胁世界的物质贪欲。他合并了华北协和女子学院，建立起燕大女子学院，使燕大的女生数量远高于北大、清华。他与协和医学院合作，创办护士预备班，打破了女大学生照顾别人就等同于高级老妈子的中国传统观念。广泛的男女同校使得恋爱发生率很高，司徒雷登常被邀请去主持同学们的婚礼。良好的教学环境、优越的生活条件、宽松的学术氛围，使得饱受军阀混战之苦的中国知识分子享受到了难得的安宁和愉悦。在燕大，冰心的创作达到鼎盛，许地山创作了大量书写性灵的散文，顾颉刚撰写了《古史辨》的主体部分，
红叶主持完成了颇负盛名的哈佛燕京学社引论。据美国加州大学当年对亚洲高等学校学术水平的调查，燕大跻身2所甲级基督教大学，其毕业生可径直就读美国高校研究生院。在司徒雷登之后，燕大产生了2位中国校长吴雷川和陆志伟。学校的创建者司徒雷登名义上只是校务长，但是人们仍然认为司徒雷登才是学校的实际掌舵者。只有这位美国的传教士才能为燕大维持大洋彼岸的主要经费来源，并保持学校的宗教特质。1914年，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在华盛顿发表演讲。中国有4万万人口，在未来世界所发生的事件中，他们必须被考虑进去。在形成本世纪和下世纪的历史上，他们将产生巨大的，可能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为中国通，他分别受到了关心亚洲事务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和罗斯福的接见。司徒雷登在学校里的生活是惬意的，每年生日往往有教师朋友带他去西山，他们会在佛寺里住上2、3天。如果工作太忙，大家会改去颐和园，在湖上划船和野餐。1936年，司徒雷登迎来60岁生日，燕大为他准备了盛大祝寿宴会，来了186位客人。美国驻华大使夫妇、北京各大学校长、胡适博士也来了。学校的工人准备了祝寿的牌匾，抬着它先在校园里走一圈，牌匾上写的字是“有教无类”。牌匾在鞭炮声中被送到校长家，随后工人们被请到饭厅，享用精致的茶点。这些茶点与招待半小时后要到的其他贵宾的是一样的。燕大学生会则为校长准备了一副刺绣，象征壮心不已。庆祝活动到半夜结束，司徒雷登观看演出到最后一刻。1931年，9·18事变爆发，北平兴起大规模抗日爱国运动。司徒雷登决定燕大停课，以便师生参加示威游行。他本人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带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后来，日军越过长城，燕大师生罢课，南下向政府请愿。正在美国为学校募捐的司徒雷登匆匆赶回中国，处理学潮。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吗？”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来。如果燕京的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1937年7月28日，日军占领北平，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所有国立大中学校南迁，但司徒雷登决定燕大留守北平。
因为学校有着负担维护华北文化自由的责任。斯图雷登后来说：“这是我平生最难做出的决定。”有学生希望离开沦陷区，斯图雷登便用自己的小汽车载其出走。每个前往延安或重庆的学生都会收到一笔路费，并由斯图雷登或其他校领导出面设宴饯行。斯图雷登还和学校的年轻教师一起为学生安排合适的出逃路线，沿途有斯图雷登的朋友提供帮助。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斯图雷登被日本宪兵抓走，燕京大学被日军宣布解散。斯图雷登4次被带到宪兵司令部接受审讯，日军要他交代秘密送走学生的经过和通道，以及有哪些中国人提供过帮助。斯图雷登对日本人说，他就像学生的家长，有义务帮助他们到其他地方去，但他们为什么去，则不是他了解的。他拒绝讲出任何人的名字和细节。他告诉审讯者，我已老朽，多活几年少活几年对我意义不大。对关于我自己的问题我都回答，你们愿意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但我不会做危及我同事生命的任何事情。冬天，我们在没有暖气的过道里吃饭，常常是我们还在桌上吃饭的时候，杯子里的水就结冰了。监禁期间，他写下了对于潼关福音之见解、第四福音小注，以及孔子相互依存论、中文4言成语诠释等学术著作。时代杂志报道了他们的获释。二战结束后，1946年7月11日，斯图雷登被美国国务院任命为驻华全权大使。美国这个国家，它有一个特点，它的大使未必都得是外交学院毕业，所以呢，从职业上讲，从专业上讲，斯图雷登没有政治生涯，也没有外交训练，但是他是中国通，他懂中国文化。第二点呢，斯图雷登有着非常强烈的宗教背景，这个教会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中一直有着很大影响。第三呢，就是燕京大学非常成功。
1946年10月18日，刚刚上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来到了杭州，他被授予杭州市荣誉公民的称号。10月20日晚，时任的杭州市长周向贤在楼外楼宴请了司徒雷登。当时的司徒雷登也没有想到，这是他在他的出生地杭州的最后一次晚餐。司徒雷登说，他不是政治家，又不为名为利，只是基于爱中国，希望中国和平昌盛，百姓少受苦难，才同意担任大使的。另外，他做大使也有私心，既试图通过这个职位为福建被日军破坏的燕京大学寻求经济上的支持。不过，作为驻华大使，他还是站出来为美国的政策辩护。经国务院同意，司徒雷登起草了告中国人民书。他称，美国毫无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也不追求文化渗透、商业剥削和政治操纵。他对思想顽固的国民党和极端激进的共产党同时提出批评，指责他们将其党派乎私利凌驾于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之上。这令国共双方都对他失去了好感。司徒雷登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一种使命感，但是他没有政治经验。北平、上海的学生举行了反美活动。司徒雷登在南京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对学生运动深表遗憾，声称美国无意恢复日本军事力量，而学生们是受到了外人指使，违背了自己的良知，会伤害中美传统友谊。司徒雷登与自己最亲爱的学生之间也出现了裂痕。燕大总罢课，随后北大、清华、燕大400多名教师联名向司徒递交抗议书。当时一家美国机构正向燕大学生提供营养补助，司徒雷登说，他不能理解燕大学生怎能一方面领取美国的营养补助，一方面批评美国的政策呢？1948年6月23日，司徒雷登按惯例回北平过生日。当他兴冲冲地走进燕大校门，迎接他的却是在5爱5师5有爱真理的大字标题下铺天盖地的抗议壁报，以及墙上满满的营养补助券。他意识到学生们最敏感，最能代表整个中国。当他失去了中国学生，很快他就将失去中国人民。司徒雷登仍然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最后一刻，他仍在为挽救中美合作而努力。What gets him into trouble? He believes very firmly in that allia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时，司徒雷登试图促成美国与即将诞生的共产党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他甚至为此做好了北上的准备。在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之际，他说服其他主要西方国家的驻华使节与他一起留守这座城市，迎接共产党的到来，而不是撤退到广州。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大使，因为这个时候大陆他执行的外交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所以呢要跟美国划清界限。但美国政府拒绝与中共和解，不同意司徒雷登前往北平。1949年
8月2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雷登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惆怅失意中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中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他的出生地，也再没有看到他一手创建的燕京大学。不光是中国不需要他，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别了司徒雷登，美国人也不需要他啊，因为在美国人是需要一个富有冷战经验的一个人啊，而不是需要一个友好的和平大使。跨文化的人呢，他是在两国关系友好的时候，他们是受到欢迎的。但是如果两国关系恶化的时候，这种人物他的处境就会很危险。这个中外古今都是如此。他是一个非常公正和诚实的人，他也致力于中美两国友好跟相互的了解。但是作为大使，他是失败的，因为他不是一个政客，他更多的是一个文化传播者。If there is a tragedy, I think, in terms of Sino-US relations in the middle part of the 20th century, it is John Layton Stewart, a man who had dedicated his whole life to working in China and improving China, and then ended up being, having to leave as the last US ambassador before a long period of deteriorat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e reflects the change, absolutely.